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这句话印在圣经里，哪个邪教的经卷？不是。复仇爽文的台词？也不是，是诗篇。它跟爱是恒久忍耐装订在同一个封皮里，白纸黑字，摔死婴儿的人有福了。我先声明啊，我一个字没改，和本原文句尾原装就带一个感叹号。不信你现在就可以去翻诗篇137篇最后一节。很多人是在地铁上刷灵修 APP 滑到这一节的，愣住，截个图，想发朋友圈又删了。这玩意儿发出去怎么配文呢？来，我问你一个问题，不用回答，心里过一下就行。你手机里存不存在这么一个人？你不会去害他，也没打算咒他，但你心里有一杆秤，就盼着哪天刷到他过得不太好，存不存在？咱们今天要查的案子就是这个，一本天天被人拿来讲要饶恕的书，里面怎么会有这种话？神为什么留着他2000多年了不删？丑话说前头，这案子查到最后还压着一句比摔婴还更不属灵的结论。我先不说，但我提醒一句，他最后翻回来砸的不是巴比伦人。好，咱们就从这句最不像圣经的话查起，先交代写这话的人刚经历了什么。他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国亡了，城破了，人成批被押走，从耶路撒冷一路押到巴比伦，就是今天伊拉克那一带。这首诗的前6节没有一个狠字，全是哭。第1节是这么开头的：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坐在河边哭，旁边还有人起哄，谁啊？押他们来的巴比伦人。点歌，要他们唱一首西安的歌来听听。亡国奴，给灭你国的人唱亡掉的那个国的歌助兴。什么概念？就是把你从家里赶出去的那个人坐在你家沙发上，点你唱一首常回家看看。前6节哭，到第7节调子突然变了。诗人想起耶路撒冷城破那天，隔壁以东人在城墙底下喊的话，原句是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然后第8节转向巴比伦，报复你向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你注意这半句，向你待我们的，这形不是诗人发明的，是巴比伦人先用在他们孩子身上的。你怎么待我们的孩子，愿有人怎么待你的。这才有了第9节那句摔婴孩。也就是说，写这话的不是变态在编虐杀幻想，是一个亲历过屠城的人在对神喊，照样还给他们。然后呢？然后这一页留下来了，编圣经的人没删它，几千年的抄写员没跳过它，他就这么原样躺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往后翻20来篇的地方。像什么呢？像你日记本里最狠的那一页。你以为神只收你写感恩的那些页，结果这一页上帝也收了，还给装订进去了。那问题就来了，一本教人饶恕的书，为什么把不肯饶恕喊得最响的一页保存得这么完整？有一种解释你可能听过，这是旧约嘛，旧约的人不懂爱，新约才是标准。这个解释先挂账上，后面他会被打脸打得很惨，我暂时不动他。我先给你看更要命的第2件事，这件在新约使徒行传，耶稣升天之后，教会开的第1次正式会议，议题是补人。12使徒里的犹大出卖耶稣那个死了，空出一个位置，得选人补上。彼得站起来讲话，讲选举依据，他引经文，引的哪句呢？我念：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句出自诗篇109篇，那篇什么来头？跟137篇一路货，也是咒诅诗。大卫被人毁谤陷害的时候写的。同一篇里还有，愿他的年日短少，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就这么一篇，被彼得原样搬进了教会历史上第1次会议记录，当选举依据用。你注意这个细节，彼得引他的时候，没有一句这篇诗虽然情绪比较激烈，但是没有任何消毒手续，拿起来就用。也就是说，在使徒眼里，咒诅诗根本不是圣经里需要遮一下的污点页，它就是圣经本身。到这儿，咱们先定义跟庄，后面全案都指着它。你回头看这2篇狠诗，他们有个共同的朝向，全是对神说的，不是对人干的。
诗137的作者没有真去摔巴比伦人的孩子，大卫写完109篇也没有动手把仇人的妻子变成寡妇，恨被写成了祷告，刀递给了神。这个方向问题，先记住它是全案的题眼。查到这儿，你心里可能已经拱起一个反驳了。你举的这些特殊情况吧，圣经的主旋律总归是饶恕吧，教会天天讲的总不至于全错吧？行，那我先放一句断言在这儿，先不解释。你们查经的时候，最常被人翻出来劝你顺服的那节经文，就是罗马书13章那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我断言，他根本没在回答你的问题，他讲的是一件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这句听着有点狂，我知道，先记账上，后面对，跑不了。咱们接着摆先例。第3件，保罗的临终点名。提摩太后书，保罗死前写给徒弟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信，遗书性质的文字。就在这封信里夹着一句私人恩怨，点名道姓。我念：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品品这句的成分。第一，点名，行业加人名，铜匠亚历山大，搁今天就是某某装修队的张老板坑惨我了。第二，多多的害我，记仇记得清清楚楚，临死都没忘。第三，也是最扎眼的，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注意，这不是愿主赦免他，这是神会找他算的。写爱是恒久忍耐的是保罗，写这句的也是保罗，同一支笔，而且不止这一处。提摩太前书里他还有更狠的，说到2个败坏信仰的人，原话，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交给撒旦，这话今天要是有人在小组祷告里说出来，估计话没落地就被组长摁住了。但你注意，保罗这2句里藏着的是同一个动作，他没有去堵铜匠，没有半夜去砸人家铺子，他把名字和罪状往上交了。像什么？像报警。报警的人手里不用带刀，把嫌疑人姓名和证据交给警察就完了。这个动作是全案的钥匙，先放在这儿，一会儿要用。第4件先例更绝，是一对2场死刑，2句完全相反的遗言。旧约历代志下，祭司撒迦利亚。这里说明一下，是被约阿施王害死的这位，不是写撒迦利亚书的那位先知。他因为讲真话，被王下令用石头砸死。临死前，他喊的是愿耶和华鉴察深渊，求神报仇。新约使徒行传，教会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也是被石头打死。临死前，他跪下来喊的是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求神赦免。同一种死法，2句完全相反的遗言。按咱们习惯的属灵打分，司提反满分，撒迦利亚顶多及格，对吧？可你去翻马太福音23章，耶稣亲口历数历代被杀的义人，从亚伯一路数下来，点到谁的名字收尾？撒迦利亚。这2位撒迦利亚是不是同一人？学者有过掰扯，但主流的读法一直认的就是这位喊冤的祭司。那个临死喊申冤的，被耶稣列进义人谱系，一个折扣没打。你看，圣经收了2份相反的答卷，都给了满分，没判哪份更属灵。哦，对了，司提反那场行刑，人群后排还有一个细节，经文记着，扔石头的人把外衣脱下来，放在一个少年人脚前看管，还说这个少年人喜悦他被害，也就是说，看行刑他看的是赞同的。这个年轻人叫扫罗，后来改名保罗，对，就是刚才点名铜匠那位，也是后来把爱仇敌写得最透的那位。当年他站在扔石头的那一边。这条线今天不展开，但你先知道这层，待会儿有些话会因为它变得很重。再赌一个口，开头挂账的那个说法，咒诅是旧约的事，新约只讲爱，现在可以动它了。路加福音18章，耶稣讲了个比喻，这个比喻的用途，路加开篇就写明了。原话，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白了，祷告教学专用。那教学内容是什么呢？一个寡妇被人欺负了，天天跑去找城里的法官，就一句话，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这个法官是个混官，经文说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懒得理他。寡妇就接着来，天天来，最后法官受不了了，心里盘算，原话很好笑，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
办了。耶稣讲完自己点题，连这种烂官都能被磨到给你伸冤，何况神呢？原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你看清楚这是什么？这是新约，是耶稣本人亲口教的祷告姿态，就是求伸冤，而且是缠着求，天天求，把神当那个被烦到头疼的法官一样求。昼夜呼吁这4个字是耶稣挑的，不是我加的。所以求伸冤是旧约糟粕这条退路堵死了。爱仇敌在马太福音，夸求伸冤寡妇的在路加福音，同一本新约，中间隔不了几十页。说到这，我想起查经小组的一个日常画面，查到要饶恕这类章节，屋里气氛都比较庄严，一人一句轮流表态。散会之后呢，一群人下楼吃饭，聊装修，聊孩子择校，聊谁家老人住院。刚才那些庄严一出电梯自动散场。我没有讽刺的意思啊，我自己也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个散场挺诚实的。问题不在饭桌上，在刚才那间屋里，那套要饶恕的标准流程，为什么总是让屋里最疼的那个人一个字都不敢说？这就得看一份文件了。2022年，美国新教里数得着的大教派南方浸信会被一份第三方调查报告掀了底。这份报告288页，还是教派的执行委员会自己委托调查公司做的。结果查出来的东西让委托方自己下不来台。报告说，执行委员会内部握着一份涉嫌性侵的牧师名单，这份名单从2007年的66个人一路攒到2022年的703个。10几年里，受害者的举报一封封寄进来。委员会的标准动作不是处理牧师，是先咨询律师，因为它的最高原则是保护教派免于诉讼。整个机构像一支消防队，火警响了15年，每次最先抢出来的都是文件柜。大概在他们那本账上，资料比人命更难恢复。我把话说得准确一点，这份报告盯死的是这么一个模式：机构自保排在受害者前面。至于这些年受害者在教会里被劝过什么话，报告之外的大量报道拼出来的图景，你闭着眼都能猜到那个句式：要饶恕，要放下，别把家丑外扬。你先记住别把家丑外扬这个配方，一会儿咱们在圣经里还会碰到它一次，那一次比这微妙得多。好，第2轮查证到此，案情走到一个很拧的死角。圣经里面恨可以入册，点名可以入册，求伸冤是耶稣亲授。圣经外面必须饶恕这套话，查有实据的被机构当过灭火毯。那你可能真要问了，马太福音5章44节白纸黑字，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句总不是假的吧？他到底要我干什么？问到点子上了。要拆这个结，得先对我前面欠的那笔账。罗马书13章，这个场景你可能经历过。小组里有人分享职场被上司坑了，家里被亲戚坑了，总有热心人翻出罗马书13章1节，念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意思就是坑你的人能坑到你，说明神允许了，你要顺服这个安排。听起来严丝合缝，对吧？但你哪天回家把这一章从头读到尾，会发现一件哭笑不得的事。罗马书13章接着往下，第6节、第7节，保罗谈的是什么？纳粮、上税。原话，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整段的主题是罗马帝国治下的信徒该不该交税，怎么面对政府。这是一道政治伦理题，讨论公民和公权力的关系。它跟我该不该原谅坑我的亲人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一个在谈税务局，一个在谈家务事。拿这一节来劝你，等于有人拿营业执照回答这道菜好不好吃。正是真正，菜是另一回事。那他为什么被引得这么勤？因为字面里有神所命的4个字，跟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听着像亲戚，字面近似，线就接错了。而且这个错接特别顺手，它能让屋里所有人快速下台阶。你一疼，大家就慌；一引这节，你就只能闭嘴。你一闭嘴，这题就算交托了，皆大欢喜，除了你。所以前面那句断言现在对调，那节经文没再回答你的问题。你在小组里喘不过气，不是你信心不够，是这道题从一开始就被发了一张错的标准答案。
那正确的那节在哪儿？其实一直就在，就是最狠的那句本尊要爱你们的仇敌，只不过他长期被读反了。我把整句念全，你注意听语序。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流通的读法是把它读成入学考试，你先做到爱仇敌，做到了才配当神的儿子。按这个读法，爱是门票，你攥着一肚子恨站在门外，永远差一口气。一屋子人都在说要学着爱，一屋子人都学得那么苦，根子就在这儿。但你看句子的结构，要爱你们的仇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里头那个就可以做是结果，是方向，说的是以至于活出儿子的样子，不是用它换取儿子的资格。什么区别？不是你先考进这个家才有这家的姓，是你先信了这个姓，然后才被要求活得像这家人。爱仇敌不是入场券，是家族徽章。入场券得挣，徽章只能戴。后半句就是证据。耶稣说，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先说清楚啊，这句不是说歹人也都能上天堂，太阳照在谁身上和谁得救是两码事。神学上一个叫普遍恩典，一个叫救恩，别混。耶稣举这个例子只为了说明一件事，那位父亲的作风就是这样，出手不看对方配不配。所以爱仇敌这道命令的逻辑，不是你要修炼到不恨，是你父亲是这个作风，而你是他儿子。顺序一倒过来，整道题的疼点就换了位置。原来最疼的是我做不到，所以我不配。现在你发现圣经的顺序是你已经是了，所以往这个方向长。做不到不取消身份，就像你考砸了不取消你的姓。到这儿你可能松了半口气，先别松太早，因为接下来这一段是今天全场我最想绕开又绕不开的一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一段，很多人从小背的。第5句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背过的人多，卡在这一句的人更多。念到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嘴上划过去了，心里咯噔一下，我免了吗？而耶稣在这儿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主导文一共7个祈求句，教完之后，耶稣回过头来，单独挑出一句做补充说明。7句里只挑了这一句。补充的原话是：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别的6句都没有附加条款，就这一句有。而且你品品如同这个词，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个参照结构。你请求被饶恕的方式参照你饶恕别人的方式，相当于你签了份合同，背面印着一条互惠条款，你天天在正面签字，今天才第一次翻到背面。来，咱们当场把这个条款验算一遍，带入你自己的数。小组里问你，这周为他祷告了吗？你说我在学这3个字什么意思？实际意思是没有，但请别再问了。它是一面挡箭牌。可是按主导文这个参照结构，你每次开口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都在跟神说，请按我处理他的方式处理我。我在学挡得住小组，挡不住这个条款。那我在学这3个字到底在骗谁？小组长信了，神那边按刚才的条款显然没信，那剩下的选项就不多了。这个问题很难受，我知道，先记着，别急着答，全按最后一块拼图会回来接它。不过说到饶恕里掺没掺水分，我得再交个底。这是圣经很可爱的一个地方，他连自己人的算盘都记在账上。哥林多前书6章，哥林多教会内部有人闹财产纠纷，闹到把弟兄告上了罗马法庭。保罗写信说他们，原话，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意思就是宁可吃亏。这话听着很属灵，对吧？但你看他给的理由，上下文说的明明白白，这些烂事儿在不信的人面前打官司，教会的脸往哪搁？翻译一下，别把家丑抬出去。眼熟吧？刚才那份288页的报告里，同一个配方。我把话说清楚，我不是要把2件事拉平。保罗管的是2个信徒之间的财产扯皮，那份报告里是刑事犯罪，量级不同，处理逻辑更不该相同。
我要说的只有一点，连圣经自己都白纸黑字承认，宁可吃亏这个教导里掺着护名声的算计，他没装。所以当你在要饶恕的劝勉里闻到一丝算计的味道，那不是你小人之心，圣经比你先闻到了，还记了档。行，第3轮查证收口，到这一步，案情其实可以交卷了。恨可以写进祷告，求伸冤是耶稣亲受，罗马书13章是接错的线，爱仇敌是徽章不是门票。按一般节目的节奏，这就该总结陈词了。但这案子还没完哈，因为还剩一个没人碰的问题，也是最深的一层。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回头看这句命令，他给的动词到底是什么？他没说要原谅他，没说去和好，甚至没说去找他谈一次。他给的动作只有一个，祷告。而祷告这个动作有个几乎没人留意的特征，方向是朝上的，不朝那个人。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动作？还记得开头钉的那根桩吗？恨被写成了祷告，刀递给了神。把这个动作拆开，前面埋的所有伏笔一次全收线。先补最后一块地基，把刀递给神这套操作有个前提，那位法官得信得过，他要是端水的，移交就是白交。圣经里恰好有一场判例，把这个前提演示得清清楚楚。约伯记，约伯家破人亡，浑身长疮，3个朋友远道来安慰他，安慰着安慰着就变成了审判。3个人轮番上阵，用30多章的篇幅论证同一件事。你遭这么大的罪，一定是你自己犯了什么罪。这个话术2000多年没变过，今天的版本叫你也想想自己有没有问题。全书结尾，神亲自出场，对3个朋友里领头的那位说话。你听这个次序，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拆开看，次序非常讲究。第一步，神先宣判，你们仨说错了，约伯说的对，这是公开定责，当着所有人的面。第二步，认罚，7只公牛，7只公羊，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大出血。第3步才轮到约伯为你们祈祷，也就是说，全本圣经唯一一处神明确下令为伤害你的人祷告的旧约现场。流程是法官先当庭宣判被告有罪，然后才安排原告出场。神没有问约伯你想通了没有，你心里放下了没有，定罪在前，祷告在后。受害者开口的前提是审判已经发生，只不过执行审判的不是他自己。这个次序记住了？好，现在拆最后的机关。我们回到卡了你很久的那个地方，原谅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难？流通的答案有一筐，时间不够，伤太深，对方没道歉，都对，但都没到底。我说一个到底的。先看一个小场景，小组查经，轮到你分享这周的祷告功课。你翻开手机备忘录，是提前写好的。写的过程是这样的，你先写下求神教训他，盯着看了几秒，删了，改成求神祝福他，手指在删除键上停了3秒。那3秒里发生了什么？流通的解释会说，那是老我和新我在征战。我给你一个更准的描述，那3秒你在决定要不要交出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听我把这个机制说完。你恨的那个人，他的罪在你心里是有用途的，解气不是，快感也不是，是免责。当年那件事发生的时候，你没反抗或者不敢反抗，你没求助或者求助了没人接，你甚至配合过，陪过笑，签过字。这些年每次想起这些，你心里都有一个声音要起诉你自己，你怎么就让它发生了？而能挡住这份起诉的唯一证物就是他的罪，他罪大恶极，所以你当年做什么都情有可原。他必须一直是那个魔鬼，你当年的沉默才能一直算无奈，不算软弱。所以你抓着不放的从来不是恨本身，是一张免责证据。这就是原谅卡壳的针索。你以为你是放不过他，何止啊，你是需要他。不光是需要他有罪，你是天天在用他的罪，每一次对自己开庭都得把他的罪状拿出来当辩护词。让你放下，等于让你亲手拆掉自己的辩护席，从此你就得空着手面对那个问题，我当年为什么不？现在再回头看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道命令，
你会发现它精准的吓人。它没让你原谅，原谅是心里的事，心里的事命令不动，没有人能命令你从今天下午3点起停止恨一个人。他让你做的是一个动作，祷告，开口对神把这个案子说出来，说什么都行。约伯式的喊冤行，撒加利亚式的鉴察申冤行，保罗式的点名他多多的害我也行。先例咱们全查过了，全部在册，全部合法。这个动作的实质是什么？先别急着上名词，咱们放慢半拍，把保罗那个动作重新过一遍。他写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这个动作你其实很熟，就是报案。你去派出所报过案就知道，整个流程没有一步要求你大度。坐下做笔录，民警问一句你答一句，什么时候的事，怎么害你的，有什么凭据。你说到气头上带了火气，人家把火气略过去，事照记。没有人要求你先原谅小偷，更没有人要求你把案子自己破了再来。报案要的只有一样，你开口把事说出来。祷告在这件事上就是报案，它的实质是移交，把案卷从你手里移到那位法官手里，我管它叫移交审判权。移交之后，你不是法官了，但你还是原告。原告可以继续陈述，继续喊冤，继续认为他罪该万死，这些都是原告的合法权利。你只是不再兼任法官，不再天天在自己心里开庭，那种庭你是开过的，睡前开一场，洗澡开一场，开庭的是你，气得睡不着的也是你，判了他10000次，他一次都没到庭。而且报案这个动作本身就办成了一件大事，从你拨出电话那一刻起，这个案子就不归你私了了。但移交有个代价，这才是他真正难的地方。案卷交上去，那张免责证据也在案卷里。审判权一旦不在你手里，你就不能再随时提审他的罪来给自己脱罪了。你迟早得空着手站到自己那个问题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嘴上说我在学那么容易，真开口祷告那么难。我在学是把案卷抱得更紧，祷告是撒手。前面欠的那个问题现在可以答了。我在学到底在骗谁？骗不了神。按主导文的条款，神看的是案卷在谁手里，也骗不了小组以外的任何人，因为小组以外没人问。这3个字精准得很，他只骗得住一个人，抱着案卷的那一位。所以真到了开口的那个晚上，往往是这样的，你祷告说不出我原谅他，也不想说。你说的是我现在做不到爱他，但这件事求您来审判。说完你自己愣了一下，因为这是几个月来第一句不是逼自己演出来的祷告词。开头那个截了图不敢发出去的人，和这个终于把真话说出口的人是同一个人。变化不是他学会爱了，是案卷换手了。这个真话和表演的分界，不只是教会内部的题，世俗世界为他大吵过一架。2015年6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一个白人青年走进一间黑人教会，跟着查完经掏枪打死了9个人。凶手叫迪伦·鲁夫。案发2天后，保释听证会，遇害者家属获准隔空发言，全美直播。镜头里，家属开口说的是我原谅你。接着好几位家属说了类似的话。这一幕感动了半个美国。但很快另一种声音起来了，而且不是教外的人在说。作家罗克珊·盖伊在《纽约时报》发专栏，意思是我不认为我会原谅他的罪行，而我对这个选择完全心安。当地民权运动的老将米利森特·布朗对着全国公共广播的话筒说得更直接，说这种48小时内的原谅，往好了说也是言不由衷。人不是这么运作的，没有谁的悲伤第一站是原谅。你看这场争论争的是什么？争的根本不是该不该饶恕，争的是镜头永远对准最快说出我原谅的那个人。没有人问他需不需要更多时间。原谅一旦变成一场现实完成的公开表演，它到底是信仰还是另一种胁迫？这道题连不查圣经的人都吵明白了，我们抱着圣经的反倒常常装看不见。你回想咱们查过的先例，诗篇137篇也好，撒加利亚也好，约伯也好，没有一场是在镜头前48小时内完成的。日记本里最狠的那一页能进正点，是因为神收作业，收的是真话，不是交稿速度。顺带说一句，这场架也不是美国独有，中文互联网上要不要原谅父母这类话题底下，常年挂着同一种被顶到最高的留言。我引一条真实的，一个字没改，
人不能选择原生家庭，不能重塑一对父母。你纠结过往伤痛，就是你小心眼儿，你放不过自己，你对至亲狠毒。你品品这个句式，受伤的人只要不肯限期结案，罪名立刻成立。小心眼儿、狠毒，跟要饶恕、别把家丑外扬，是不是同一个模具？一个拿属灵话术压，一个拿孝道话术压，压的是同一批人，疼还没疼完的人。而你早该放下了这句话本身，咱们全案翻到现在，圣经里压根儿就没有。最后，我还欠着一个人的下落，你可能都没发现，我从头到尾一直没提他。那个摔孩子的巴比伦，他的王后来怎么样了？灭耶路撒冷，把以色列人押走的是尼布甲尼撒，但以理书记着，这位王后来疯了一场，被赶出王宫，像牛一样吃草。多年后他恢复了，但以理书4章收了一段他的自述，我念：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那他这算是信了吗？算得救了吗？你去查，查不出来。经文只写他称颂至高者，从头到尾没说他归入了以色列的信仰。巴比伦帝国后来的走向也没有归向这位神。这里我得老实交代，我的资料翻到这儿就到头了。这个人最终站在哪一边，我查不出来，也没有人查得出来。起先我以为这是文本的疏漏，后来我改了主意。你想，这里要是给个痛快话，比方说暴君最后也得救了，或者暴君果然不得好死，那拿到答案的你我，第一件事会干什么？把自家那个名字带进去，算他配不配。所以这一页空白，跟咱们全案查出来的规矩是同一条。案卷你可以移交，冤你可以喊，名你可以点，但判决书不抄送。审判是真的，日期和结果不预告，连算他配不配这道题也在移交出去的清单里。好，我们来收个尾。这一期查的案子是圣经到底要不要求你无条件原谅？结论我用一句话交卷，这也是全场我唯一敢下的最高级判断，下错了算我的。圣经没让你放下，圣经让你移交，不是不恨了，是不再自己动手。案卷交上去，那张免责证据也一起交。至于这位法官站哪边，约伯记里查过了，他先站受害者这边。回读我不整段重复了，只留开头那一个问题，但换个问法。开场我问你，手机里存不存在一个你盼着他倒霉的人？现在换成那个人，今晚你打算怎么祷告？照旧写求神祝福他，还是头一回把真话说给神听？有人可能觉得移交听着还是不解气，他要真逍遥法外呢？那我提醒你，咱们全案查到的东西，圣经里神接过案卷，从来不是为了销案。巴比伦后来真的倾覆了，约伯那3个朋友真的当众掏了7牛7羊。移交不是把冤情塞进碎纸机，是挂号立案。所以为仇敌祷告这件事，说到底不是求神放他一马，是把案子交到一个比你诚实、比你有执行力的法庭去。那个法庭最大的特点不是心慈手软，是不搞糊涂账。开庭是真开庭，呈堂是真呈堂，真判起来，叫你死也死个明白。